如果我买回来的鞋子是让我忍痛，我为什么要让我的脚遭这个罪呢？暴露你缺点的神器，所以你确定你还要买吗？之前我拍了一期关于那些花了钱让我遭罪的衣服，分享了我为什么不再买那些衣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另外一期的内容。既然大家那么喜欢看的话，我决定之后出一期系列关于我买过让我遭罪的那些东西。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欢迎评论和私信我。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那今天的内容呢，以标题所见，我想要来分享花了钱让我遭罪的鞋子。如果时间能倒回，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些类型的鞋子，因为我是到现在才体会到了一脚蹬鞋子的舒适和便捷性，已经彻底离不开它了。用一脚蹬鞋子来和这些类型的鞋子做对比，那它们简直让我穿得太难受了。那我接下来提到的这些类型的鞋子呢，纯属是我个人的偏好以及我的脚型本身的鞋子呢和品牌呢是没有问题的。在我说第一个类型的鞋子之前，你们要保证千万别喷我好吗？答案揭晓，当当当当当，就是 Crocs 的洞洞鞋。之前在网络上有一阵子掀起了热潮，把小时候的童年带来了现代。我买的这一双呢，鞋底很厚，有增高的效果。先来说一下让我痛苦的第一点，就是如果没有穿袜子的话，它容易就脱脚，就是走着走着鞋子就掉了出来。因为鞋面呢太滑，它里面是没有抓力，导致脚就和鞋子之间就很松，所以你每次穿它的时候，你的脚就要出力，一直要紧绷着，才不会让鞋子掉出来。那解决方法呢，穿它就是必须要穿袜子。穿袜子了之后呢，其实就好很多。但是大夏天的，谁想要穿袜子？而且又那么容易闷脚。不穿袜子呢，又会特别的磨脚。而且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如果是要穿袜子的话，那它和我穿其他运动鞋有什么区别？再来说一下让我痛苦的第二点呢，这个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我的脚面比较高，然后洞洞鞋的这个带子呢，就会老是顶着我的脚面，脚面呢就会经常被磨破皮。那如果我是把带子往后放，虽然呢它也能固定我的脚，但是当你走路的时候，要么这个带子就会磨你的后脚跟，要么就是走路走着走着突然带子就松了。所以说究竟是我的问题呢，还是这一双鞋的问题呢？因为我个子不是很高嘛，初中那会呢就喜欢穿松高鞋，让我看起来更高一点。当时呢也很流行穿一双松高鞋，然后下身穿一条牛仔短裤，这不就是妥妥的当年90后的打扮嘛。结果小时候呢，我穿松高鞋好几次差点没有把我脚给崴了。当时呢也是傻，有多高的跟我就会买多高的跟。所以呢我现在不会再买松高鞋，我也已经有好久没有买过松高鞋了。之前呢我的朋友送了2双老爹鞋，有一双白色呢其实已经被我穿的磨的差不多了，而且也很脏，所以在搬家的时候都断舍离处理掉了。来说一下这一双粉嫩嫩哦，不是亮闪闪的鞋子。先不说它的配色呢，只能在春夏穿。老爹鞋呢普遍比较重嘛，因为它的鞋底就特别的厚，你会很明显感觉到脚上的负重感非常的沉。它唯一的好处呢，就是你穿裙子、穿阔腿裤会很搭，穿带有增高的鞋子呢，就不会让你的裤脚拖地。那我目前呢，只有这一双粉色的老爹鞋，那之后大概率是不会再买了。再来说说第二个被我曾经拥有，后来断舍离的厚底鞋。当我说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心头爱，就是 Dr. Martens 马丁靴。我现在已经没有它，因为我也是在搬家断舍离的时候处理掉，因为它太重了，我根本就是搬不了。那当时我买的是荔枝皮8孔的这双鞋呢，最明显的缺点也是大家都在讨论的，就是它磨脚。不管我和这双鞋磨合了多久，还是我换了一双厚的袜子，它依然磨脚，而且特别压我的脚背。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要花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和这双鞋去磨合，我只想说一句，如果我买回来的鞋子是让我忍痛并且花时间去适应的，我为什么要让我的脚遭这个罪呢？
买一双舒适和不需要磨合的鞋子，难道它不香吗？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太重了，就像你的脚穿上了沙袋走路一样，它比我穿过的老爹鞋还要重。接下来我要讲的呢，就是过膝靴子。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冬天是会穿正常的短靴还是过膝长靴呢？我之前买了一双 SW 的长靴，还有在 Zara 上面也买了一双。过膝靴子的缺点呢，它就是会掉筒，走着走着就自己会往下掉，走几步就掉一下，走几步就要掉一下，就很麻烦。然后每次走着走着它掉筒的时候，我就要突然停下来去弄一下，真是麻烦。另外一个缺点呢，就是比如你要坐下来的时候，靴子的筒呢是很自然而然的往下拉。当你站起来之后呢，它那个靴筒它不会自己走到你的膝盖上，所以你要去拉上来，拉到膝盖。穿过膝靴子呢，一般里面穿丝袜会比较大，但是呢，我是不喜欢丝袜那个滑滑的质感，因为我的那双靴子的鞋跟呢是稍微倾斜一点，所以你穿丝袜再穿靴子后，你就会感觉你的脚在靴子里面是一直往下滑的。另外呢，就是我住的地方冬天其实会下雪，我想穿裤子配过膝靴，那问题来了，它不是每一条裤子都百搭的。如果你裤子稍微厚一点，就会让你的脚看起来很粗很臃肿，穿起来像大妈一样。总之呢，我之后是不会再买任何的过膝靴子了。以前一到夏天的我呢，就会穿凉鞋，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慢慢的就不穿凉鞋了。我之前是非常爱穿那种夹脚凉鞋，还有那种一字带的凉鞋，反正就是一到夏天，我10个脚趾都必须要完全露在外面的。那由于我天生好动，在外面走路呢也比较多，我穿过的这些夹脚凉鞋呢，都一一的光荣牺牲了。穿到最后，鞋带就突然断了，或者是我穿着穿着，脚趾会往前伸，然后就是被我穿的撑开了。像夹脚凉鞋，你穿久了之后走路会非常的硌脚。我现在呢不爱穿凉鞋，其实一方面呢是平时上班不能穿露脚的鞋，所以鞋柜里呢就减少了很多穿凉鞋的机会。到最后呢是完全一双都不买。除了前面提到的洞洞鞋以外，我现在其实穿洞洞鞋完全是用在我出门拿快递和丢垃圾的时候。那另外一点不穿凉鞋的原因，是因为路上很多的小石子啊、泥土啊，特别是我住的附近呢是宠物聚集地，草坪上呢是肉眼可见的狗的便便。那这个时候我穿了凉鞋出去的话，那我的脚岂不是要遭殃了？ OK， 接下来呢要讲一讲那些绑带鞋的设计的存在意义在哪里。咱们就是说啊，现在那么忙，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哪还有时间弯下腰来穿这些绑带鞋？它既不方便又耗时，我真的实在不懂它和其他一脚就能穿进去的鞋子怎么做对比。假如你外出旅游，朋友都已经穿好鞋子站在门口等你了，你还需要蹲下来花时间去系鞋带。另外，要是你走路的幅度很大的话，带子会很容易松掉，需要你再重新系。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麻烦的事情？我曾经呢试过几双绑带鞋，它另外的缺点呢就是，假如你的小腿比较粗，或者是你的脚本身没有那么好看，没有涂脚指甲油的话，绑带鞋就是一个暴露你缺点的神器。所以你确定你还要买吗？最后一双鞋呢，也是我曾经拥有过并且断舍离的了，就是穆勒拖鞋。不管是高跟的还是平跟的，露趾的还是全包的，这些我都穿过。首先我要承认，它的确穿起来很好看啊，很时尚。OK， 现在呢，我要一个一个的来讲，让我遭罪的地方在哪。首先呢，是全包不露脚趾的穆勒鞋，它比洞洞鞋还要难受。就是它不能穿袜子，所以夏天穿它呢，你的脚是完全不透气，你的脚呢里面就会出汗，一旦你的脚出汗的话，你就根本走不快。只要你穿的是穆勒鞋，你下楼梯的时候咚咚咚的那个声音，特别是在一个安静人少地方的话，那个社死的现场我就不用多说了吧。而且你要想为了控制鞋子不发出声音，你的脚趾必须要用力死死的扣住鞋子，发出声音这一点呢是必不可免的。说实话，我一直都不理解穆勒鞋它的设计呢，做的又不是凉鞋，也不是全包式的鞋子，而且这样不是后包式的鞋子，
露后脚跟其实真的很难看，特别是你长期穿运动鞋、长期走路走很多的话，你的后脚跟很容易出那个死皮，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穿露脚跟的穆勒鞋，那岂不是就又是一个把你缺点外露的神器吗？好了，那这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不要忘记关注、点赞加收藏，每周我更新视频哦，拜拜。